中國又出手了。而且這一次出手的不是科技，不是房地產，而是美元債。是的，那個外匯告急、財政吃緊，連公務員獎金都削減的中國，竟然在11月突然宣布要在香港發行40億美元主權債券。更讓人震驚的是，申請認購的資金高達1181億美元，整整是發行量的30倍。在全球市場上，這幾乎是一個爆炸性的信號。要知道，過去3年，美元債幾乎成了中國的禁區。中美關係劍拔弩張，人民幣匯率動盪，外資瘋狂撤離，沒人敢相信北京還敢重返美元債市場。但它回來了，還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姿態回來了。這次發行最詭異的地方在於，中國的美元債定價居然首次與美國國債持平。什麼意思？就是中國政府的借貸成本和美國財政部一樣低。換句話說，全球資本在這場交易中不再把中國當作高風險國家。瑞穗證券高級中國經濟學家周敏說得直白，這太受歡迎了。有投資者抱怨，他們連一點債都沒搶到。這不是普通的受歡迎，而是資本的狂歡。而這場狂歡背後隱藏着一場更大的資本戰爭。就在中美貿易戰表面休戰的當口，北京突然開閘吸金，大量境外美元流向中國市场。與此同時，美國股市泡沫破裂的警鐘越來越響，標普市盈率創下歷史新高，納斯達克被稱為新的鬱金香狂熱。於是，聰明的錢開始流動，從美股撤出，流向中國債市。看似市場行為，其實是一次地緣金融的精準狙擊。有華爾街分析師警告，這很可能是北京與深層政府暗中博弈的布局，在美國中期選舉前悄悄抽走華爾街的流動性，讓美國資本市場瞬間失血。結果是什麼？美股大跌，川普派失勢，拜登陣營穩住局面。這不是經濟，是戰爭。是用美元債當子彈、資本流動當戰場的隱形戰爭。從宏觀看，這場操作看似是信心之舉，其實是財政絕望的信號。根據財政部公開數據，2025年前3季度，中國地方債發行規模突破9.6萬億元人民幣，創歷史新高。但問題是，內循環的錢已經枯竭，外資又不肯再進。人民幣貶值空間有限，唯一能借的就是美元。財政部這次選擇在香港發行，理由寫得很冠冕堂皇，為完善離岸市場殖利率曲線，提升中國企業境外融資定價能力。但熟悉財政運作的人都明白，這其實是為財政喘氣。上一次中國發行美元主權債是在2024年於沙特利雅得，規模僅20億美元。那次，北京以中東人民幣圈的名義掩蓋了緊張的外儲狀況。而這一次，40億美元的發行規模是過去3年的最大值。更微妙的是，債券發行時間恰好選在中美元首會晤之後。兩國剛剛延長關稅休戰，市場信心短暫回升，北京趁熱打鐵，用外交和解的假象吸引資本。可誰都知道，這場所謂的緩和只是暴風雨前的平靜。瑞穗證券的周敏說，這次發行只是財政部的例行操作，但現實遠比例行複雜。截至2025年10月，中國企業美元債存量約900億美元，為3年來最高。許多國企、銀行系企業的美元債即將到期，而國內融資渠道幾乎凍結。如果北京不主動發債，整個外債市場就會陷入信任真空。換句話說，這次主權債發行不僅是為了籌錢，更是為了維持中國信用體系的表面完整。就像一個人已經透支到極限，卻必須裝出我還有錢的樣子。而國際資本當然知道這一點，他們搶購中國債不是因為相信中國財政，而是因為這筆債幾乎無風險。因為北京不敢違約，
違約就等於政治崩塌。這40億美元不僅是借債，更是一場對信任的表演。問題在於，錢是有方向的。當全球資金從美股撤出，流入中國債市時，美國市場會發生什麼？答案已經在過去幾周的交易數據裡顯現。納斯達克連續3周下跌，道瓊斯回吐年內漲幅，美債收益率異常波動。這不是偶然，有人在動手。金融戰的邏輯很簡單，資本在哪裡，信心就在哪裡。如果北京能暫時吸走全球流動性，美股就會劇烈震盪。而這種震盪正好發生在美國中期選舉的關鍵節點。當選票與股市同跌，最先被質疑的不會是北京，而是華盛頓。所以有人說，這次美元債發行是一場金錢版的政治干預。北京和深層政府之間不只是貿易與關稅的衝突，而是對全球資金流向的爭奪戰。在資本的暗流裡，戰爭已經開始。表面上，這是一場成功的債券發行，40億美元、1181億美元的認購量，幾乎成為華爾街的新寵。但在另一層意義上，這是一場精心布置的陷阱。北京借美元、玩美元、吸美元的同時，也在用資本的方式對抗美元霸權。這場40億美元的債，表面上是財政部的融資操作，但深層次上，它像一根細針，刺破了全球金融的幻覺，也刺痛了美國的神經。在美國財政部的內部報告中，已經出現了這樣的措辭：來自中國的美元債發行引發了短期資本重新配置的風險。翻譯成人話就是錢跑了。短短幾天內，華爾街的資金開始轉向亞洲債券市場，大型對沖基金在悄悄減倉科技股，美股交易量出現罕見的同步下滑。表面上看是市場調整，實際上是流動性在逃離美國，流向北京。美國金融圈對此極度警惕。《華爾街日報》在社論中暗示，中國的美元債發行時機極具政治意味，可能試圖通過金融手段影響美國的政策節奏。這句話沒有點名，但懂的人都懂。在這個充滿敵意的年代，資本不再是單純的經濟力量，它成了政治武器。而北京這次顯然學會了如何使用這把武器。表面上，北京是在借錢，但從更深的角度看，這次發行是一次美元綁架術。借來的每一分錢，都要通過離岸市場進入中國體系內部，要麼穩住人民幣匯率，要麼補貼外匯儲備，要麼為企業償還外債。這意味着北京在美元荒最嚴重的時刻，用美國資本的錢去對抗美國制造的金融封鎖。這是極度諷刺的，也是極度危險的。有人形容這次發行是一次金融版的偷天換日，表面上是債務，實際上是一場對全球資本秩序的挾持。北京拿到美元後，並不會簡單地放進外儲賬本，它會通過各種渠道轉化為政治籌碼，比如穩定人民幣匯率，讓外資以為中國經濟恢復信心；比如支持國企美元債再融資，維持信用不崩；再比如在中美談判中，用市場穩定作為談判籌碼。一場政治博弈被偽裝成金融交易。可悲的是，這場高層金融戰爭的成本，最終都要由普通中國人來承擔。財政部的公告中寫得輕描淡寫，債券所得將用於一般性政府用途。這8個字其實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這筆錢可以被用來填補地方財政窟窿，用於彌補養老金缺口，償還城投債利息，甚至為地方政府工資托底。換句話說，中國正在用美元債來養活自己。根據官方數據，截至2025年10月，中國地方債總額已突破40萬億元人民幣，相當於全國 GDP 的1/3。
與此同時，財政收入同比下降 6.4%， 房地產土地出讓收入暴跌 25%。在這種背景下，哪怕只有區區40億美元的美元債，也足以成為救命稻草。可問題是，這稻草不是自己的，而是借來的美元。當利率週期反轉，美元走強，人民幣再度貶值時，這筆債就會變成一個隨時可能引爆的外匯炸彈。它會在某個清晨爆炸。當人們醒來，看到匯率暴漲，物價翻倍，進口斷供，才會意識到，那場投資者搶購的盛宴，其實是掠奪的開始。國際評級機構標普全球在11月3日的公告中，給中國這次美元債打了 A 加，這看似是信心的象徵，但在金融圈，這種評級有一個暗示性的解讀：我們不敢給你更低的分，因為你的體量太大。換句話說，市場不是信任中國，而是不敢不信任中國。這種被迫的信任，正是最危險的信任。它意味着，只要有一個小小的裂縫，全球資金都會一夜之間逃離。就像2015年的股災，就像2022年的房債危機，只要信心破碎，所有數字都將變成廢紙。北京當然知道這一點，所以它必須不斷制造信息幻覺。人民幣穩住了，外資回來了，貿易戰緩和了，債券搶購了。每一條新聞都像是鎮靜劑，麻醉着民眾，麻醉着市場，也麻醉着那早已搖搖欲墜的財政神經。有人說，2025年將是全球金融體系重啟的一年。美國要面對高債務、高利率、通脹失控的泥沼，中國要面對財政枯竭、資本逃離、匯率風暴的反噬。兩個超級經濟體，誰也不敢先倒下，但也都在暗中下注，賭對方先倒下。這就是當下的現實。40億美元的債券看似小數目，實則是世界資本流向的風向標。它讓北京暫時喘息，也讓華盛頓如芒在背。更殘酷的是，所有這些宏大敘事的背後，真正的犧牲者永遠是那個每天換不到美元、買不起進口奶粉，還要擔心養老金能否按時到賬的普通人。他們不知道，自己的一生也在這場看不見硝煙的戰爭中被拿去下注。結尾，我想引用一句話，是金融圈流傳的一句黑話：債是最溫柔的武器，它不流血，卻能殺國。40億美元的債是北京的賭局，也是華盛頓的陷阱，而我們都被困在這場賭局裡。2025，真正的驚濤駭浪才剛剛開始。